Hello， 大家好，我是四蜥蜴，好久不见。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排男，也就是排除男性。今天想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总是会有一些争论，关于健全或者健基。首先，我是认为健基和健全的必要性是有的，因为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团体的纯洁性，我们不能让婚女或者驴或者爱男姐各种恋爱脑，他们说他们是女权，然后他们就加入妓女的团体，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规则和底线，一个清晰的共识，然后无止境的去陷入内耗的话，又会伤到本来就是本团体的一些姐妹的感情。所以如何平衡这两点，就是一方面保持这个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同时呢也是想要去扩大这个队伍，并且保留更多的原有的战力。那今天我想说的就是关于如何去界定这个规则。当然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那我的这个规则呢就是排男。那我认为排男是一切的基础，在排男的基础上去发展改变自己，去建立队伍，去和人连结，去发展自己的实力，去改变这个世界。其实关于发展自己和改变世界，不光是妓女的思想里面说的，很多无论是心理学还是一些情感专家，或者说是各种平权仙子的言论吧，反正里面都会有关于如何去发展自己，如何去让自己进步。但是我们妓女的理论是怎么样跟他们区别开来呢？我觉得这个核心就是我刚刚说的排男。比如婚女所说的发展自己，其实它就是让她自己能够更好吃，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驴啊。比如说一个美艺怪，她所谓的发展自己可能就是减肥，或者说化更美的妆。那比如说一个反贼，他说的发展自己跟改变世界，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去冲塔，做一些在墙上写字，在天桥上放横幅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们妓女，我们自然女所说的发展自己跟改变世界，它跟其他人跟其他的派别可能会有一些共识，但是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排男的。那排男作为一切的基础跟前提，它是对女性的个体是有利的，对女性的群体也是有利的，它对整一个女性的后代和未来都是有利的。排男就能确保女性原本的自己的和后面发展出来的力量不被男人吸走。而排男这个基础它建立之后，其实说实话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你不是说你女权觉醒了，你排男了，然后你就会要去钻研这个理论无止境的激进，或者说让人数变得更少，变得很钻牛角尖。这个基础它建立起来之后，就真的是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你的生活跟你以前的生活最大的区别就是你排男了，你所有的能量现在都是归到自己了，你所有做出的努力不再是为了别人，不再是为了符合这个世界的给你的规则或者别人对你的期许，而是都是为了自己，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女本位和我本位。那其实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排男之后，你在觉醒之后，你还是怎么样的人。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排男之后，你还是要去专注你自己的学业，你要去追求更高的学术成就。那如果你是一个搞事业的，那你就可以尽量的去争取地位，争取权利，争取钱。如果你有兴趣去发展政治，或者你有兴趣发展体育，或者有兴趣发展科技等等，就是你还是去做你之前所做的这些事情。不是说你女权了，你排男了，你就成为另外一个人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无论是女性的个体还是女性的群体，只要前提是排男就可以。那后续你还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还是继续去做。如果你真的喜欢很清静悠闲的生活，喜欢这种采取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这种生活，你也可以继续去追求这种生活，而不是说你女权了你就必须去入世，你就必须去搞钱，必须去做一些争名夺利的事情，你才能够算女权。我觉得就是回归自己，然后同时自己的力量不被别人吸走。无论如何，它都是在排男基础建立起来之后，你的个人选择，它是不分对错的。唯一分对错的就是你做事的结果，除了对你本人有好处之外，它对整个女性群体的排男有没有好处？
第一种可能就是有帮助也有促进，比如说你在网上或者在现实生活里去输出女权的理论，或者说你去建立一个单女生活的榜样，让更多女人意识到哦，原来6B4T 的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那她们也会被这个理论或者这样一种实践所吸引，最终让她们也能够开始选择排男。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一个理想状态，它能把个人跟集体、理想和现实能够结合起来。那第二种就是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比如说很努力去追求财富、追求地位、追求权利，或者说你去追求我们刚刚所说这种清静悠闲的生活，或者说你去养一个伴侣动物，或者说你出国或者不出国，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没必要管，没必要去花时间去指责或者去修正，因为这个是个人的自由。反正前提是这个人有排男基础的，那么他做的事情他不一定是都要对女权或者对女性群体有什么样的责任，对不对？他需要先去建设他自己的生活。那第三种情况就是有拖累有坏处的，比如说他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去鼓励别人服美役，比如他去为了绿卡去假结婚，比如他去赞美某一个他认识或者不认识的男人，或者赞美他的父亲，赞美他的弟弟，甚至是赞美一个父权的政府。那这个情况即使他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排男的6B4T 的妓女，但他所做出的这样的事的结果，他是对女性群体的排男是不利的，那这个时候他所做的事同样是错误的。那刚刚这三种情况，我们可以这样子更好的理解，就是如果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拍了一个电影，第一种情况他对女性有帮助，那基本盘看完这个电影就会想，哦，原来没有男人会更好。那第二种情况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那基本盘看了之后就觉得，哦，没有男人也可以，也挺好。那第三种情况有坏处有拖累，那基本盘看完这个电影就会想，没有男人就是不行，看来还是需要男人。所以说这三种观众的反应就是具象化的情况。这里不说这种极端爱男姐就你给他一个完全妓女的电影，他看完之后还是会觉得没有男人就是不行。我们说的是整一个基本盘，一个女性群体的情况，因为我们考虑的是女性群体的进步嘛，也不要纠结钻牛角尖一个个体会怎么样。我想说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的核心跟锚点就是排男。首先当然要做到自己的排男，因为这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嘛，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们后续做出的事情最好是第一种，我们对女性整体的排男是有帮助有促进的。那实在不行，我们先发展自己的生活，对吧？所谓的专注现生嘛，我们也要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先去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先不要想着天下苍生等等。我们唯一要反对的就是第三种，所谓女权社会、全女社会或者母系社会，怎么样说都行，它其实不是完美的乌托邦。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斗争，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它总是会有的，它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但是它建立的前提和结果必须是排男，如果不排男，那它就是一个父权社会，或者它给父权社会留下了非常大的生长空间。至于排男之后建立全女的精神意识，或者物理空间，或者军事政权，或者集体社会之后，个人如何做，如何去发展，集体如何做，如何去发展，如何试错和修正，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时间和实践。无论如何，所有的前提、锚点和底线都是最重要的核心，排男。